个事情啊，就在Jean Paul Gaultier小小的幼小的心灵里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他爸爸。好，我是阿豪。大家好，我是乐。欢迎回来我们的头牌秀场。我们的口号是买不起，并别像我们 BB。其实本期的视频啊有一些特别，可以算是一个跨界视频。它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头牌秀场系列，它是融合了时尚八卦系列和头牌秀场系列双车合并。因为本期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看的就是Jean Paul Gaultier这一位老爷子在2020春夏的高定大秀，也是他的退休大秀。是的。Left no time to regret. Kept his dick wet with this same old safe bet. Me and my head held high and my tears dry. Get on without my guy. You went back to what you knew, so far removed from all that we went through. 我们将以时尚界老顽童Jean Paul Gaultier的2020春夏大秀作为本季春夏秀场的结束。以此为一个支点，给大家展示Jean Paul Gaultier长达50年的设计生涯。是的。好，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对于时尚圈乃至西方流行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的设计师啊。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踊跃的给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如果可以的话，请点个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把节目做下去的最大动力。在之前的头牌秀场系列里面，其实一直有小可爱会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说，我们分析秀场的时候总是说一些无关设计的设计师生平以及成长背景，说我们不懂设计。您说的对，您说的都对，你全家都对。但是我一直觉得，如果你想看懂一个看不懂的东西啊，你必须去了解或者是理解这个做出这个看不懂东西的人。如果你理解他了，你自然会理解意义是何在。那在我们开始正式的介绍Jean Paul Gaultier之前呢，我们想在课堂的开头先给大家提出几个问题。男性该是什么样的？女性该是什么样的？什么是所谓的正常？什么又是所谓的不正常呢？大家不用急着回答我们这些问题啊，我们可以带着问题来看今天的这期节目。那Jean Paul Gaultier呢，出生于1952年的4月24日，由此可见他是一个金牛座男孩。对，感觉特别会赚钱啊。他从小呢就被外出打工的父母啊留在了家乡的祖母的身边，所以他可以算是法国的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祖母呢是一个会算塔罗的美容师。怎么又来一个神婆？这是我们节目里面出现的第3个神婆了。对。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在设计界有名有姓，可能是因为我生命里面缺少一位神婆吧，缺少一个会算塔罗的人。所以啊，经常有很多穿着美丽的穿着时髦的法国女人就去找她的祖母做脸做美容，再算塔罗，顺便算下塔罗。OK。所以从小的耳濡目染让她对衣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准确的说是女装。对的。然后呢，她有一个小熊玩偶。是他父母给他的玩具啊，他喜欢是洋娃娃，但是他父母觉得洋娃娃可能过于女性，于是就给了他一个小熊。小熊也很可爱哎。请问你小时候玩的是什么？泥巴。
但是让波格贴是凡人吗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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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对，他就给他的小熊啊取了一个非常女性化的名字，叫娜娜。娜娜，Oh Nana，What's my name？ 安娜是吗？对啊。做了那么多期大师的视频下来，我发现大师从小就喜欢给他们的手办做衣服。像迪奥啊，像圣罗兰，他们就喜欢给娃娃做正经的衣服。那你的意思说是上波格贴是不正经的人了？啊，他正经吗？老不正经了。时尚圈都叫他 enfant terrible 了，就是中文的熊孩子的意思啊。说到他给自己的玩具熊做衣服啊，他的一个经典设计就此诞生。哦，是什么呢？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头上长犄角 com bra， 这里也长犄角。所以之后名声大噪的给麦当娜做的那个空 bra， 那么早就已经有了。对，小熊原来是所有空 bra 的鼻祖。是的。当时啊，因为战后物资紧缺，所以呢，小猫狗 T 他的妈妈常常会在家里就改造旧衣物，比如说会把他爸爸的裤子剪了啊，重新给自己做一条美美的裙子。他爸剪了一条不是穿着内裤上去。这个事情啊，就在张波狗 T 小小的幼小的心灵里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他爸爸光屁股上街是吧？我们正经来说啊，他后来再回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他是这样子说的 ：When I was a child, my mother told me how she would turn my father's old worn trousers into skirts. That marked me. You can love a garment again by transforming it. 各位啊，这事儿不能细想。真是不能细想。我现在脑子里就是他爸爸的光屁股挥之不去的。各位，这事儿不能细想啊！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这个不就是现在很多大师啊、设计大师喜欢玩的解构主义吗？其实啊，我们在之前的 Martin Margiela 的秀场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过什么是解构主义。是的。简而言之呢，解构主义就是把固有的一件事物给拆解开，然后重组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是的。从设计到理念，解构主义是一个理解让波格贴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原则。没错。所以我们能看到让波格贴的很多设计是反常规的，是经过破碎后重建的设计。而让波格贴的设计深受边缘人士的喜爱，也是因为解构主义里面有解构主流话语权的含义在。哇哦，这么一听感觉很深奥，就把一个具象的事情升华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之后再说让波格贴设计对于平权的意义啊。随着我们的主人公小小的让波格贴的成长呢，他体内不安分的荷尔蒙开始抑制不住的要往外迸发了。他越来越展现出对人体、对服装、对艺术的狂热的喜爱之情。而且他还特别喜欢看一样东西，那就是法国的土特产 cabaret show。cabaret show 这个单词其实我也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样翻译，就是疯马秀。疯马秀，或者说它是一种打着色情擦边球的夜总会表演、歌舞表演。人家是这样子歌舞表演的，他是对吧？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对表演中华丽夸张的戏服、性感蓬勃的肉体，以及不被主流审美所接受啊，就我们中国老话里面说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产生了异常浓厚的兴趣。老不正经了，老不正经了啊！这里呢又出现了解读他设计的第二个线索，就是 camp style。camp style。那什么是 camp style 呢？定义 camp style 是一个挺复杂的东西。我们简单来说，就是评判 camp style 的标准是什么？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你能让你的受众从你设计的表象中感到快乐、感到荒谬、感到幽默，那就行了，不用再去计较你设计背后的含义。如果大家有看2019年的 Met Gala 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当年的主题就是 camp。所有的明星设计师穿着奇装异服啊，它的表现形式是极为夸张绚丽的装饰。是。它和极简主义以及性冷淡风格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总是向太家的孩子。时尚圈以 camp 风格著称的也有很多的品牌，比如说有 Alessandro Michele 手下的 Gucci，有 Jeremy Scott 手下的 Moschino， 以及我们今天说的 Jean-Paul Gaultier。是。1970年年仅18岁的让波格贴就把自己的设计手稿寄给了当时法国名声赫赫的设计师 Pierre Cardin，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皮埃尔·卡丹。是的，皮埃尔·卡丹一看到这个年轻人啊，就觉得哇，这真是一个4000年不遇的设计人才啊！于是就把让波格贴招到自己的手下来做助理设计师。一天设计学院都没有去过的让波格贴就这样进入了皮埃尔·卡丹的工作室。所以有很多小可爱会私信问我们，说自己对服装行业感兴趣，但是没有相关的经验，到底能不能入行？相信在这里也已经给你答案了。那前提是你是4000年不遇的啊设计人才。年轻人嘛，就是总要去试一下，不试一下你怎么知道
道生活有多绝望了。这里也要说一下然后高铁的师傅皮尔卡丹。皮尔卡丹呢是在 Christian Dior 和 Cristobal Balenciaga 手下干过，深受 Balenciaga 的未来主义影响。而皮尔卡丹设计中的未来主义以及本身自带的幽默感，其实对然后高铁也是一个深远的影响。是的，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的服装设计也像中国的武功门派一样，是有一个传承的。这是什么蛇拳吗？就螳螂拳，没文化。那在1970年，尚波高铁啊，他工作非常的努力，因为他工作过于的优秀，他被皮尔卡丹公司给辞退了。我的。因为当年啊，皮尔卡丹他公司里的设计师实在是太多了，需要裁员，而尚波高铁呢就不幸属于太多的那一栏。是金子总会发光嘛，所以3年之后，尚波高铁又重新被皮尔卡丹给招回去了。是，而且呢，被派去菲律宾的马尼拉做设计师。在菲律宾的日子里面啊，然后高铁仿佛打开了一个神秘世界的大门。他接触到了很多亚洲的传统文化啊，在他后面设计中的纹身衣，其实就是来自于日本的黑道文化。1975年，23岁的他回到了法国，也就是在这一年呢，他在伦敦遇到了他的爱人以及合作伙伴。Frances Manute，他们迅速的就坠入了爱河。他们2个人啊，就和所有坠入爱河的年轻人一样，就在伦敦不停的泡酒吧、听音乐、吃炸鱼薯条。那他们的生活可真的是丰富而又单调啊！单调的是哪一趴？炸鱼和薯条。后来呢 ，Frances 他也鼓励尚波高铁啊离开皮尔卡丹那个出尔反尔的老头，创立自己的时装屋啊。他说：“靠别人你只是公主，但是靠自己你就是女王。”然后高铁当时很年轻啊，只有23岁。他说：“我真的可以吗？”那这个时候啊 ，Frances 就记说：“当你在质疑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别人已经抢占先机。”这 Frances 好像是一个好开微商老营销号了。于是啊，在1976年，24岁的尚波高铁就成立了自己的品牌，并且在2年之后发布了自己的首个女装系列。和别的品牌给上流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设计衣服不一样的是，尚波高铁他把目光投向了街头和亚文化，他发扬自由、包容不同，并且赞美差异性。他和 Vivienne Westwood 呀，算是最早一批把街头文化带入到时装中的设计师。他们影响了后来的 Martin Margiela 啊、Ralph Simmons、Thierry Mugler、John Galliano 这一批设计师啊。所以我们在DLBS4中曾经说过啊，如果你想去了解街头文化的真正起源，其实追溯上去应该到让波高铁以及 Vivienne Westwood。因为啊，尚波高铁他在自己的设计当中非常明显的关注边缘人士、少数族裔，以及对人类欲望毫无掩饰的设计。是的，把之前不受传统时装所待见的一些元素啊，比如说像纹身啊、朋克啊、LGBT 啊、BDSM 这些带入了时尚圈，获得了很多时尚圈人士以及少数族裔的支持声。1983年，让波高铁带着自己的第一个男装成衣系列 Marinière 问世。那又到了 Lolo 的塑料法语小课堂。请问什么是 Marinière？Marinière 呢，中文啊就是指海员的意思，但是法语很有意思啊，学过人都知道法语分为阴性和阳性。正常的海员单词啊是 Marin， 对，即为男海员。Marinière 呢是阴性海员，即指女海员。那用 Marinière 这个词作为他第1季男装秀的主题啊，然后高铁就是来形容这一群啊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海员。灵感呢是来自于1982年德国导演法斯宾德的《雾港水手》啊，《雾港水手》又名《水手奎莱尔》，也是一部让人合不拢腿的电影。哎，你每天都推荐给我们的未成年观众看什么电影啊？我们节目不就是谁演限制级？法斯宾德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电影，不是指这一部。话外音就是专指这一部。所以我们在然后高铁之后的设计里面能看到大量的海员元素的出现啊。时间来到了1985年，在 And God Created Man 这一个系列当中呢，尚波高铁它继续模糊两性的一个差异化。是的，从苏格兰传统服饰，就是那个 cute 裙子，日本武士和法国服务生的服装当中汲取灵感，让硬汉男模穿上裙子，再一次轰动了世俗社会和时尚圈。那为什么会轰动世俗社会和时尚圈呢？因为 too gay， 对，就是太欢乐了。对，从来没有人在 T 台上面那么直白、那么露骨、那么赤裸裸地描绘过 LGBT 群体。对，那他为什么如此直白、如此露骨、如此赤裸裸呢？那还不是因为他的父母如此直白、如此露骨、如此赤裸裸？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开玩笑啊，这里的露骨直白其实是一个褒义词，因为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向他的父母出柜了。
并且当他带他的爱人 Francis 回家见妈妈的时候，他的妈妈就问了他一句话：他能干吗？怎么会那么肤浅呢？那肯定是问他有钱吗？他的妈妈当时只问他：“你爱他吗？”那张波哥 T 就回答说：“我爱他。”他妈妈就说 ：“Then that's perfect，那就行了。”爱就行了，爱就够了啊，友情饮水饱。所以然后把 LGBTQ+ 放在 T 台上啊，意在表达性向的多样性，引发主流社会对个体的包容。没错，而模糊传统的性别定义也是解读让坡高贴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1985年啊，金牛座的让坡高贴就顺势推出了 The Male 的香水，异常火爆，相当于给品牌啊找到了一个无限回血的现金奶妈。它这个香水都不是现金奶牛了，直接变奶妈了。随着二战以后女权运动的发展啊，女性对于身体解放的呼声高涨，她们对传统的父权以及男性视角就感到了厌烦。是的，1983年啊，就这个 Comb Bra 锥形胸罩横空出世。内衣外穿的设计让香波哥 T 再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1985年，一个来自比利时的小伙子咚咚咚敲开了让波哥 T 工作室的门。那个小伙子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大神 Martin Margiela。是的，1985年到1987年 ，Martin Margiela 在让波哥 T 的设计室里面当了2年的助理设计师，并于1988年创立了个人品牌。而品牌中的解构主义、avant-garde 风格以及对性别的模糊，可以看到它受到让坡高贴深深的影响。是的，而因为对于让坡高贴的研究啊，我们发现让坡高贴在1981年设计了一款分趾鞋，不知道有没有给后来的 Martin Margiela 的 Tabi Boots 有任何的灵感启发呢？所以现在新闻里面我们可以一直看到，就说谁谁谁又抄了马吉拉的分趾鞋，真正的老祖宗在这里呢。还有啊。我怎么感觉这个对话朝这个不太好的方向在发展呢？请大家把保护打在公屏上，律师函警告。而 Martin Margiela 2009年春夏设计，不知道有没有从让坡高贴1996年的设计中汲取灵感？而 Martin Margiela 1995年著名的遮脸大袖，不知道有没有参考让坡高贴1991年的袖长？如果上面都是巧合的话，那下面这2件手套拼接的衣服，不知道还是不是巧合？不仅是 Martin Margiela。丹姆拉手下的巴黎世家 Ralph Simons、Jack Mills 或多或少啊都借鉴过让坡高贴的设计，惊讶的合不拢嘴。所以啊，让坡高贴它是凭一己之力养活了半个时尚圈，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些设计师就是欺负他当年啊没有社交媒体。如果这些事儿啊放在现在任何一个欧美迪瓦身上，那可都是撕逼撕上天的事儿啊。时间来到了1990年。1990年呢，对于让坡高贴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对，也是一个有如坐过山车一般的一年，咻就被上来过去了。事业如日中天的让坡高贴究竟遭受了什么样的打击，让他几乎放弃自己的设计事业呢？让坡高贴又是做了什么样的设计，火遍全球，火到连麦当娜麦奶奶女士都要亲自打电话让他设计衣服呢？一个非主流的设计师又如何得到法国顶级奢侈品牌爱马仕的青睐，让他做了首席设计师呢？那就请看下期让坡高贴2只老顽童的最后一页。好了，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样，希望大家喜欢。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就请不要吝啬给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如果可以的话，请点个关注。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